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 Dokkan 要认罪了 Terraform Labs 剧情反转。大家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。在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主题以前，有个好康的活动。现在只要使用我的注册连结完成了注册，就有1000U 的仓位。而这个呢是可以大胆用力的去开，亏损的话没有关系，重点是获利还可以提币走，非常的划算。好，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则新闻，也就是排名第6。就在昨天 Sterage 购买了155颗的比特币，就有另外一家公司，只要 Sterage 加仓购买比特币，这间公司也会跟着买，也就是有日本 Sterage 的称号的 Metaplay， 就在今天又购买了518颗的比特币，购买金额呢有6140万美元，总持仓量已累积到了18113，总持仓量已累积到18113，平均价格在101911，排名是在第6名。预计要在2027年底以前呢，将比特币的总持仓量累积到了21万颗的数量，还差了有11倍多的一个数量要购买。而且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， Metaplay 的股价下跌了 37%， 但是自今年以来已经上涨高达了有 183%， 就连在今年持有比特币的获利的总趴数已经累积到了 486%。 可是如果进入到熊市的时候，这些以比特币储备企业公司们会在持续购买比特币，还是大量抛售手中的比特币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你们的看法。再来，我们看到下一则新闻，也就是汤令旋风。韩国在加密货币交易量在2025年累积了6630亿美元，仅次于美国的8320亿美元。而且韩国总人口数占了5100多万人，也在投资加密货币就占了有1800多万人，整体呢已经占了1/3，而预估到今年年底将会投入加密货币人口高达了2000多万人。而且新任总统李在明也跟美国总统川普一样，很支持加密货币，将会推动稳定币的监管框架跟比特币 ETF 等相关的加密货币政策。就因这样，原本散户们都投资于美国科技股，竟然转而投资于加密货币企业储备的股票。美国科技股在1月至4月都有16.8亿美元的一个流入量，但是到了7月份，累积的买入量仅只剩2.6亿美元，缩水了80%。而相反的，在加密货币相关股票中，1月 8.5% 的买入量累积到7月已经成长到了 31.5%， 而且在7月1个月的时间，韩国人就投入于这只加密货币股票 2.59亿美元。这么有吸引力的加密货币企业储备公司，也是由韩裔领军的汤令，并且也是在星期一达成首家储备以太币量突破100万的 BitMine， 已经是目前韩国外汇股票排名第1的。韩国人还是挺自家人的，但是大家一定会好奇，为什么不直接购买以太币就好？这是有原因的。我就以7月份来举例，7月份以太币呢，自从2500美元涨到了3800美元，
涨幅高达有 52%， 听起来很多吧，52%。但是 BNMR 也就是 Bitminer 股票，自从7月以来，从$42涨到了$135，涨幅有 193%。大家有知道原因了吧？将近多了以太币4倍的获利，等于就是上了杠杆，这样诱人利润谁不会想要呢？但是上涨会很爽，如果下跌的话也是倍数亏损，所以大家是选择持有以太币还是购买相关的加密货币股票？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则新闻，也是今天的主题， Dogecoin 认罪了。大家有听过 Luna 事件吗？稍微说明一下， Terraform Labs 于2018年推出了 Terra USD， 也就是 UST 稳定币，是以1:1与美元金额一样，而 Terraform 推出 Luna 代币作为相关的奖励，吸引更多人购买，将会累积 Terraform 所推出的 UST 稳定币。但是就在2022年5月的时候， UST 开始跟美元脱轨，而就造成大家的恐慌，怎么办？大家慌乱之中呢，就一个一个的将手中的 UST 换成了美元提领出来，就造成了死亡螺旋。最后 Terraform Labs 还将手中的$4.5亿的 UST 给卖了，直接造成 Luna 几乎归零，最终大量用户血本无归。这起事件发生之后，创办人Dogecoin直接消失，是因为伪造了护照，在蒙特内哥罗被逮捕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黑山。而就这样呢，到了2024年12月才被引渡回国。但是其实在2024年6月的时候， Terraform Labs 就与 SEC 达成了民事的和解，而它条件呢是要将支付$46.77亿，而且呢里面呢有包括了$2亿是要由Dogecoin去支付给那些原本支持他最后血本无归的投资人，并且Dogecoin将被禁止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管或者是董事，以及永久禁止了Dogecoin和 Terraform Labs 买卖加密资产。但是刑事诉讼拖到了今年的1月才开始，而在刑事诉讼里面，Dogecoin被指控了共谋诈欺、商品诈欺、电汇诈欺等9项罪名，服刑呢高达了130年。就在今年1月的法庭上，Dogecoin还是打死承认，打死不认罪，还提出了上诉，原定于8月12号呢再次开庭。但是就在前一天，Dogecoin认罪了，没有听错，认罪了，承认了电汇诈欺和共谋诈欺共2项罪名。因为他觉得他这样认罪可能只用面临25年的监牢之旅，毕竟现在他自己也才33岁，关出来也才50几岁，总比被关130年关到死还要好。所以这场 Luna 事件呢即将告一段落，这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金额将会更早开始进行，也会因为这件事让稳定币的监管更加的严格，最后也给大家在投资市场上面上了一课。这笔金额的赔偿也有助于未来呢带给加密货币的市场更多的资金。看我影片的观众有没有是 Luna 事件的受害者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跟我分享是否有相关的赔偿消息。那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一定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重要的加密货币资讯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